最好，因为木然那个木头只知道工作，哪有你知情知趣？你把他踹了，求我好吗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你别丢下我！求求你！ 你到底想得到什么？鱼饵撒下去，总得有什么上钩吧？如果我说我最想得到你呢？你胃口不小啊！于禁不嫁了，于禁那个渣男什么样子你也知道的，他玩他的，我为什么不能玩我？你的意思是把我当你的玩伴？刘木然，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那于总，你怎么想的？小舅舅，你明明很喜欢。你想取消婚约也好，还是单纯的想报复于禁也罢，跟我玩，你还玩不起。 成了吗？成了。玩起玩不起，你说了可不算，小舅。不用麻烦了，于总，我打车了，一会儿马上就到了。看什么呢？看一下都不行。莫非我一个眼神，于总就觉得我在撩拨你啊？那这样呢？ 谢谢小舅舅送我回家。你打算怎么谢我？刘木然，这是你自找的。这是我心甘情愿，付出什么都无怨无悔。木然，你在家吗？是于禁，来的正好，这算不算被捉奸？你快躲起来，别出声。我为什么要躲起来？ 你什么身份？你不知道啊？我什么身份啊？男小三吗？我把他打发走，别出声，死我！那边。柳墨然，你竟然为了于禁这么对我！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现在才开门？我刚才睡着了，有事吗？没什么事。你在我小舅手下工作，还能适应吗？啊，挺好的。这要多亏于夫人给我升职。 是得升职，不然我堂堂于家大少爷的未婚妻是个小财物，说出去多难听，破表面子。墨然，你这是投怀送抱吗？你想多了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想多了，你可是我未婚妻，除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之外，是不是应该履行一个妻子的义务啊？只要我要，你无法拒绝。 你要是欺负我，我就告诉于夫人，你就不怕我不为你们做事，直接取消约定吗？竟然敢威胁我！你别忘了，在柳家是谁捡你半条命？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要不是我妈看得上你，让你来于氏集团工作，你坟头草的半里高了吧？于夫人的恩情我没齿难忘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的。别怕，我会温柔点的。不然，不好意思啊，于总刚才发信息说下午那个财务报表有点着急，你能不能今晚做完发给我呀？我知道，我马上发给你啊。这又是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？既然于总这么认为，
刚才又何必替我解围呢？你不会是想对我负责吧？我只是不想配合你玩游走在两个人之间的戏码，没意思。抢来的才刺激，不是吗，小九？柳墨然，我不是玉锦，我没有时间跟你玩刺激。何必这么认真？快乐就好。星岛体育馆的建设项目是本季度工作中的重中之重，我希望各位打起精神来，通力合作。散会吧。好的。柳主管，去做一份预算分析出来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辛苦了。好的，于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也辛苦了。还有心思为色所迷，看来小舅还不够累啊。你还有时间在这瞎玩，看来工作量还不够，要不要再给你安排点？总得劳逸结合嘛，您说是不是呀？算了，看来小舅舅也没什么兴趣，干活去了。劳逸结合，你说的。墨然，于总给你布置了不少工作吧？说了这么久啊，对，今天晚上还要加班呢。啊，加班到深夜还这么开心啊？墨然，还没忙完啊？我先走啦。于总，我做好了，马上发给你啊。你干什么？要睡就好好睡，我陪你。没能成为你的遗憾，才最遗憾。喜欢刚用了一半，又加倍。小九九，你不睡吗？那我陪你啊。再见说了几次，真的再也不看一下又不会掉一块肉，还是说我的眼神让小舅舅无法安心工作？明知爱是冒险，还是一生实现，剧情起伏转折都学不来婉转，彼此纠缠才能维持不断的新鲜感。这个女人，只有睡着了才会安静下来。都这个点了，你把我手机关机了？什么？喂，墨然，我给你打电话打不通，人也不在家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还能去哪儿啊？我当然是在公司加班啊，手机没电关机了。真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我？那你要是不信，问你小舅啊，他是于氏集团总裁，他带头加的班。你不信我，总该信他吧？我没有不信你，我就是担心。你自己3天2头出去鬼混，隔三差五找不到人，我跟你大吵大闹过吗？加班这么辛苦，一个晚上都没有好好休息。你不关心我就算了，你还怀疑我，你一点都不关心我。不是墨然，我错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算了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，是于夫人让你娶我，你才娶我的吧？你要是真不喜欢我，你大可以跟于夫人说，
趁现在咱们还没有结婚，别耽误各自的前程。哼！刘主管拿捏人的手法真是娴熟啊。于总谬赞了，只可惜于总不吃这一套。想要拿捏您啊，就要做好自损800的准备。喂，于总。我在两岛酒吧，过来接我。可是，我在这带病打工，他倒好，大白天的跑出去喝酒，谁要管他？可是他现在毕竟是我上司。阿战，我就说他酒量不好吧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看起来一本正经，其实早就神志不清了。梦琪，你赶紧送他回家吧。那好吧，既然你们都喝酒了，只有我来开车了。阿战，我送你回家吧，我们走。哎，慢点。王小姐，等一下。楚梦然，你在这干嘛？于总让我来接他，有我在就不劳王小姐费心了。口说无凭，他都已经醉成这样了。是于总打电话让我来接他。不会吧？于战刚才是想给他打电话？我不信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就问问于总，让他自己决定。你是想跟王小姐回家，还是想跟我走啊？我就说嘛，阿战怎么可能会愿意跟你回家？带我回家。王小姐，回家。行了，于总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了啊。漠然，你要被调走了吗？暂时没有，我这叫未雨绸缪。唉，于总也真是的，虽然你工作上有一次失误，但也没造成实质的损失啊。就不能再给你一次机会吗？于总不会听见了吧？你呀，以后多吃东西，少说话。哎，这些零食都留给你吧。进。于总，这些给你，或许用得上。你这是在讨好我？反正我也要走啊，这些带着也麻烦，还不如留给你。我没说叫你走啊。啊？那就当我没说。放着吧，我会吃的。于战，你在吗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怕什么？我是不怕，但你是于氏集团总裁，跟自己的外甥未婚妻拉拉扯扯也没关系吗？小舅，你们在聊工作啊？我们已经聊完了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刘主管，给王小姐倒茶。好的。阿战，你生病了吗？小病，不碍事。昨天你就那么走了，我有点不放心，正好顺路过来看看你。果然外人照顾就是不周到，你一定是昨天喝醉酒着凉了吧？多谢。还有什么事？干嘛？这么快就想赶我走啊？王小姐，请喝茶。刘主管，你看于战，茶都还没喝呢，就着急赶我走。于战，如果我说我今天过来是代表梁家跟你提合作的，你还要赶我走吗？兰家和于家合作这么大的事，于夫人恐怕很感兴趣。
这么久，我看是借公事刘私情了。在于战手底下工作很辛苦吧？他那个人向来很苛刻，你多担待。王小姐说笑了，我这打工人在谁手底下干什么都一样，讨生活罢了。看来你对自己的身份还是很清楚的。你不上来吗？于战各方面都很优秀，公司里喜欢他的人应该不少吧？像柳小姐这样每天在他身边工作的人，应该比我看得更清楚吧？哼，那我哪行啊？这方面还是王小姐懂得多。听说蓝总也是青年才俊，那想必围在他身边的人也不少吧？王小姐，您呀，还是先管好自家吧。柳主管，我现在跟你好好说话是看得起你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王小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回事？电梯坏了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能听见吗？有人被困在电梯里了。没信号怎么办？我们要死在这儿了。我可不想跟你死在这儿。有没有人？你以为我想跟你这种人困在一起吗？王小姐，我招你惹你了？救命啊！你对于战图谋不轨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王小姐，且不说你的臆断准不准确，就算是真的，你能去告我吗？就说我脑子里的想法玷污了圣洁的于总，你看有没有人信？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出去了有你好看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哎，这有信号。哦，对了，您之前让我查监控的事，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。好的。您特意安排的工作，我还以为很重要呢，我还去安保部多跑了几趟。他们那边的监控记录都是有备份的，虽然没有分类，找起来很麻烦，但还是找到了。已经不重要了。如果您觉得没用了，可以扔掉。他已经给过我的。我在哪？在你心中我是可有可无的人。刘墨然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他居然挂我电话！看来你在于战心目中的地位也不过如此。喂，刘木然，醒醒！你要死出去死，别死这儿！刘墨然，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你知不知道？于战，母亲，我被困在电梯里了，救命！快联系公司后勤部，排查所有电梯，快！好。报告于总，我们在2号电梯发现王小姐和柳主管。王小姐，没事了，别怕啊。阿展，没事吧？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你了。没事吧？这里有人受伤了，快叫救护车！病人的伤势不严重，再观察2天就能出院。没有事就好，谢谢医生。这次真的很危险，你要是有什么3长2短的，我要让那些吃干饭的后勤全部滚蛋。于静联系上了吗？自己的未婚妻都伤成这个样子了，这连个踪影都没有，我看他真是要上天了。于夫人，算了吧，我都习惯了，不然回头他又嫌我拘着他。好孩子，他整天在外边花天酒地的，这怎么能怨你呢？放心，改天的话，我好好教训一下他，一定不会让你委屈的。姐，幸好柳主管伤得不重，先回吧。什么柳主管的，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你好好养伤。
于总，这么晚了你还不走啊？你就这么希望我走吗？在我姐面前装作是楚楚可怜、很好操控的样子，你很了解她呀。我不想跟你说这些，我累了，你请回吧。那你想说什么？谈情说爱，我也顺着你。于总，你吃错药了吧？要不你也去楼下挂个号。我有未婚夫，我就算是谈情说爱，我也不是跟你。你要是春心萌动，你找别人去啊。那个王梦七，我差点忘了，王梦七家里也有自己春心萌动的人，可惜不是你。你是说那个连你现在住院了人都不知道在哪儿鬼混的家伙吗？这样挺好的呀，至少我还是他名义上的妻子，不像某些人专爱做小三。你说够了没有？怎么，一提起王小姐你就生气了？小舅，我实在是不明白，我之前跟你亲热的时候总是装出一副纠结的模样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跟我也只是玩玩而已，你装什么？在病床上玩，小舅你品味很独特吗？即使我心里有别人，你也愿意跟我玩？大家都玩得起，那才叫玩。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，你就真的不会为我心动吗？小舅，你想听我说会，还是不会？不承认也不否认，还真是你的风格。书记弄错的事儿，不是你做的吧？不是你做的，为什么要承认？你不会到现在了还护着我姐吧？我否认你就会相信我吗？就算我否认你也不会相信，那何必徒劳呢？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小舅，这你就错怪我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我都不相信。很多年前我也为自己辩解过，但是没有用，就连我小妈都不相信我。既然都不打算相信，那又何必让人辩解呢？只要你认真跟我讲，我会试着去相信。所以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我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哭什么？真没出息！好险，差点就承认了。既然不可能有结果，就不要开始。刘墨然，你别忘了你来的目的。这就是我想要得到的答案吗？柳主管，好点了吗？王小姐，你来看我吗？你看我就看我吧，你带什么东西？啥也没带，那你不是来探病的吧？看来柳小姐伤的也并不严重吧？于战可以放心了。你可别这么说，说的好像于总的心在我这里似的。我只是他的一个小小财务主管而已啊。坐。我跟于战的关系你很清楚，虽然我已经结婚了，但这种商业联姻你懂的，没有什么真感情可言。我跟于战还没有结束，请柳主管约束好自己，不要轻易开始。哼，奇怪，王小姐，你们有没有结束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只是他手下一个小小主管而已。大家都是体面人，我本不想撕破脸，是你逼我。你怎么会？那天可是我的婚礼，柳主管跟自己的上司、自己未婚夫的小舅子光天化日之下搞暧昧，好像不太好吧？唉，看来王小姐不仅喜欢做新娘，还喜欢做狗仔啊！这下你说的是商业联姻，我可真信你。柳小姐的脸皮真厚，于战怎么会被你这种人勾引？那或许他不是被我勾引，他是心甘情愿的。我们不用在这吵什么口舌之争，于战心里根本没有你也根本就不配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钱，还是一辈子不可企及的高贵生活，我都可以。请离开于战。王小姐，你不愧是顺和银行大小姐，出手真大方啊！但我想要的不止这些。别太过分了！我现在跟你好声好气谈判，是因为于战，你要是把我给惹毛了，
这张照片我就会直接发给媒体，我让你们2个人都身败名裂，而你1毛钱都拿不到。王小姐，那你大可不必，你何必拿他来献计呢？你不是喜欢于总吗？那我让给你啊。其实我早就玩腻了。真的什么都不要？不要，一个男人而已，送给你。于战知道他在你这里这么不值钱吗？我只是个小角色，那识货的师傅在这儿呢。哎呀，柳小姐，你可真是大方啊！于战，你听见了吗？柳墨然，你可真大方。结果我早就知道了，不用喊我来看你们俩表演，我很忙。没空。这是最好的结果，事情已经偏离轨道了。柳墨然，不要再纠缠下去。柳主管，听说你跟于静的婚期快要到了，那我就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。一个人出院真凄凉。小妈，你怎么了？少废话，上车跟我回家。啊？怎么这样啊？不是，你不是答应我会说服你妈的吗？哎呀，我不管，人家就要你赔嘛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不搞定的话，我们都得完蛋。哟，姐姐，你不是和柳家断绝关系了吗？怎么还有脸回来？我说妈，你怎么又把这个拖油瓶带回来了呀？好不容易把它弄走，真够晦气的。她毕竟是姓柳啊，就那么丢在医院，像什么样子？上回不是已经得罪于家了吗？这不得找补一下？于家那个老巫婆根本不管我们死活，你还理她干什么？这不是你想嫁进于家吗？要不是为了你，我至于费这么大劲儿吗？好啊，坑人者恒坑之，我这是掉坑里了呀！我先上楼了，站住！我让你上楼了吗？站住！你的房间已经给西雨当衣帽间了，你现在住楼下。楼下哪有空房间啊？那不好意思啊，姐姐，你住杂物间。好。这怎么住人啊？开门啊！哎，我说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于家少奶奶啊？在你的老鼠窝里待着去！你们快放我出去！我求求你们，行吗？今时不同往日了，还当我好欺负？于夫人，我出院了。我本来是想出院就跟您报个平安的，现在恐怕是不行了。我就知道那个柳家母女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现在更加猖狂了。还有你，让我再知道你跟那个什么柳希雨不清不楚的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妈，希雨哪儿不好啊？我看她比那个柳墨然强得多。你还提？走，跟我去柳家要人去。小舅，你快救救我！我妈非要让我去柳家要人。要人？就那个柳墨然呗，还真能死自己家也不成。你跟我走。3、2、1。于夫人怎么亲自光临啊？你也不提前通知一声。我今天就是来接墨然回家的，接了人就走。这墨然都好几个月没回家了，这刚到家怎么就要接回去呢？姐姐她刚出院，这么贸然接她好像不太好吧？于少，你说呢？就是嘛，就让墨然在家好好休息呗。墨然是你未婚妻，你倒是挺心疼她的，那不如把她接回家，你妻子好好伺候呗。墨然她人呢？那里是杂物间，于夫人这么金贵，怎么能去那儿呢？这世上就没有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哎呀，你敢跟我动手？我看谁敢动我姐姐。于战，他们把墨然藏起来了。姐姐，墨然本来就是柳家的人，何来藏人一说？是啊，于总说的对。既然是柳家的女儿，那想必待遇跟柳希雨应该一样，怎么会在杂物间呢？
是啊，所以王夫人不妨让我姐姐进去一看，让她安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门锁早就坏了，所以今天看不了。开锁那么麻烦，怎么能让于夫人等呢？不麻烦。不然她好歹也是你的女儿啊！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毒妇！于静，还不带默然回去？于夫人，害你们跟柳家交恶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呢？你一个人刚出院，就不要住在外面了。早晚你也是要嫁进于家的，不如就住在于家吧，以后也好有个照应。既然就这么住进于家了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你今天的动静可以闹得更大些。今天多谢你救我。你自救很成功，不用勉强谢我。那你都知道了，你现在是来拆穿我的？我看起来有那么闲吗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星岛体育场的项目马上就要启动了，公司现在很缺人手，你与其在这装柔弱，倒不如早点回去上班。别忘了，你还是于氏的一员。我还以为你会开除我呢。上次数据出错的事不是你做的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会因为私人感情开除员工的老板。哎，默然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被困在电梯里好吓人啊，大家都吓坏了。听说你受伤了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让大家担心了。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最近大家都忙坏了。于总最近压力也很大，每天都闷闷不乐的。你一回到岗位啊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一件。进来。于总，我病假结束了。很好，待会儿我们一起重新评估一下星岛项目耗材预算，做好了拿给我。等等，下午跟我出席蓝总的饭局。蓝总？哪个蓝总？蓝创集团总裁蓝冉，孟琪的老公。于总，都已经跟约定时间过去10分钟了。蓝冉这个人向来高傲，等他10分钟算不了什么。抱歉抱歉，这路上堵车，让于总久等了。也没等太久，请吧，蓝总。柳主管看来已经康复了。蓝冉，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柳主管。刘主管，听说你之前跟孟琪被困在电梯里，而且还受伤了。幸亏啊，有你和孟琪作伴，不然把她吓死。我得好好的感谢你。蓝总客气了，上次就是个意外，王小姐没事就好。刘主管，我再给你敬一个。蓝总，这谢也谢过了，我们该聊聊正事了吧？好啊，既然于总是孟琪的老朋友了，咱们也不说那些虚的。星岛体育馆这个项目，以于氏的财力，这么一大块肥肉，也可吞不下吧？看来蓝总对我们于氏集团的经营状况还是很关心的呀。这做生意啊，就跟打牌一样，这对手还有几张牌在手上，还得稍微盯紧一点，不然这一个不慎的话，不就满盘皆输了吗？柳主管，他们聊他们的，我们吃菜。装什么呢？看来蓝总对星岛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啊。蓝家对所有优质项目都感兴趣。于总今天过来赴约，不就是为了尽一切努力做好这个项目？那蓝总想以什么方式参与这个项目？于总还这么谨慎，既然都说到这儿了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。于氏集团需要的资金，我可以出，但作为交易，我要收购于氏20%的股份。20%？蓝总，这个才是你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吧？您的胃口也太大了，这一桌菜都不够您吃的。这不合我胃口的菜，
我从不入嘴。于总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这分明是趁火打劫。就算项目得到资金支持，失去20%的股份，也会动摇于氏根基，引起董事会的不满。不用考虑了，不可能。于战，你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回答，你再好好考虑一下。毕竟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是机会，还是陷阱啊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你觉得我会害你吗？梦琪，不用说了，既然于总今天下定决心不给我蓝染这个面子，蓝总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。哎，怎么？你还想跟老情人走？我没有。既然他不识抬举，你别怪我不为他着想。看来还是我这桌菜更合蓝总的胃了。20%股份，亏他想得出来，他怎么不让我把整个集团送给他？于总，你现在在气头上，不适合开车，还是我来吧。没事，我缓一缓。下属安慰一下上司很正常吧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以后离你2米远总可以了吧？那我滚到后座去。你别乱来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你以为我还会跟你纠缠不清吗？默然，小舅，我说你们怎么一个都不在？原来是一起出去了，干嘛了？还能去干嘛？当然是去工作了。默然，我晚上订个餐厅，你去约会好不好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？我不习惯。私事就出去说，这是办公场所，身为余家人更应该守规矩。好，那我去大厅等你，下了班来找我。默然，下班了还不走啊？你男朋友不是还在楼下等你吗？我要是你啊，走了，吃饭去。一定立刻撤退，飞搬到他怀里。你要是喜欢我，让给你好不好啊？我没说什么吧？你可管好自己的嘴巴啊！你可别因为你有一天太八卦，公司把你开除。约会，为了报恩，你要把你自己一辈子绑在那个人渣身上。默然，明天我送你上班吧。默然，你相信我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。好啊好，我相信。我送你回房。不用，已经很晚了，我快回去休息吧。那我们明天见。这么累，于心怎么装得下去啊？你这放开我！不能说话。你有病吧？你喝醉了。你确实是喝醉了。哎，我不走，你放开我好不好？于总，有没有人说过你酒品真的很差？你以后别喝了，真的。你项目推进不顺利，也不能借酒消愁啊，这可不符合你工作狂的人设。不是，你的便宜也太好占了吧！柳默然，清醒点，占他的便宜要付出代价。默然，没什么事儿吧？我没事，我就是不小心而已。我叫人给你收拾一下。不用了，我已经睡下了，明天再收拾。那您当心一点。失望什么？
你只是他的解压工具，别这么玩不起。刘默然，能不能不要时不时给我这种惊喜？我身为一个财务主管，调2张报表出来不是很正常？你还能再敷衍点吗？不，反正我没有做坏事，以后你就知道。以后怎么样？我不想知道。但是你现在私自夹带公司内部资料，你下面有工资没？于总，你别这么冷血无情嘛！我在工作上都是鞠躬尽瘁，你再说你忍心看我贷款上班吗？于总，怎么了？好痛啊！玻璃渣。于总，你就看在我受伤的份上，你别扣我工资了吧？漠然，你说你是不是得抽空去庙里烧个香，去霉运啊？这还真是有必要。于总好。见利忘友，无情无义。于董怎么到公司来了？那就是于董啊。谢谢，于董您客气了。姐，阿占，你这小丫头还挺有趣的。姐，你来不是专门喝茶的吧？这儿的茶可没家里的好喝。下回我给你带些好茶来，这次我给你带了别的。我平时呢也很少关心公司的事情，你也不告诉我，搞得我现在才知道。这些你先拿去。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行了，现在也没有外人，我知道星岛的项目你缺资金，姐呢就给你拿了些来。这些年姐在家里当贵太太，你在外面经营都是你的功劳，你有了难处，姐姐肯定要帮忙的，你就拿着吧。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不会把你养老金都贴进来了吧？你小子，早些年姐在海外也做了些投资，这点钱别说是支援星岛项目，就是于氏集团倒了，我也能把它重新垒起来。行了，我走了，我还要忙着打麻将呢。漠然，好好工作，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。去查一下于董近1个月的资产变动。是。等等，去调查20年前于氏集团的财务记录，这2件事情只经你手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明白。于总，财务记录我已经发您邮箱了。于董的事因为涉及海外资产，需要花点时间，一有结果我立刻通知您。20年前，我也才6岁。那时候电子建档还不完善，柳默然为什么要看那么久远的文件？这文件有什么问题吗？这1年前后，于氏集团的财务状况很不乐观，但是从8月份突然进来一大笔钱，让公司起死回生。那么8月份前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女人怎么有点眼熟？爸，我已经在于氏集团工作了，你再等等我。哦天哪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留下我带着这个臭油瓶可怎么活呀？这是我家，你们不能搬走我家的东西。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早就没抵押了，家都倒了，你们欠钱，你们还有理了？你们把他卖了，东西给我留下。是王慧然。
你又来干什么？我今天很累，我没心情陪你。你说的我全都信，你不会骗我的对吧？回答我！你疯了？小点声！你想要全世界的人都听到吗？你为什么要进余家？你为什么要接近我？你知道的，我在柳家受尽欺负，是于夫人救了我，是于夫人让我进了于氏集团，还把我当做儿媳妇培养。至于你，就是个意外。意外？真的是意外吗？是意外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会试着相信你说的所有的话，别再骗我了好吗？是蓄谋吧？啊！林墨然，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，看我这么愚蠢，你很开心是吗？我终于知道你要什么了，但是靠骗，终究是得不到的。你知道什么了？所有，我全都知道了。你的手段，你的目的，人做事情一定会留下痕迹的。你也不例外。你以为这样就能顺利嫁进余家？楚墨然，你调查我调查你怎么了？身份和家庭背景那么简单，只要我想查，随时都能查到。楚小姐，失策了吧？我要是你，一定会在这之前给自己捏造一个假身份。在你心里，你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吧？行，无所谓，我不在乎。当然不要在乎了，在一个不重要的人的心里，你还在乎什么形象啊？好啊，既然你都已经知道，那你也知道你们余家20年前的所作所为吧？对，我有错误，是我利用了你，但你这所作所为，你怎么只字不提？这些都是我爸当年给你们做的项目，你家项目出了问题，就让我爸去做替死鬼，我爸含冤而死，我的人生又……难道你们余家就不需要付出代价吗？当年我们还小，你爸的事我很抱歉，但是你别听他一面之词，在法律层面上来说，他也是败诉一方。明明是你们余家暗中操作，不然怎么会那么巧？你家的项目出了问题，我家就出事了。我会找到证据的。如果你害怕，你大可以把我开除了，我允许你继续。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墨然，你在吗？于夫人，您找我？你不是跟于禁快要结婚了吗？总得挑一套合适的婚纱呀。我选了几家，你来看看。啊。什么声音？哦，垃圾短信。于总，于董最近变卖了海外的2套房产，其价值在1000万美金以上，和您说的金额基本一致。明明是你们余家暗中操作，不然怎么会那么巧？你家的项目出了问题，我家就出事了。这一切确实太巧了，都是巧合吗？你找我？刘主管，麻烦说话礼貌一点，我现在还是你的上司。于总，您找我？收拾一下，下午和我去出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上司，你是于氏集团的员工，这个理由够充分。去多久？2天左右。刘主管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不懂，于总是有把所有隐患都留在身边的特殊癖好吗？你就这么喜欢被人暗算吗？都，看来你知道周明的事。自从上次出事以后，我就有了准备。同为我姐的人，看看人家多敬业。真是不好意思，那以后我多多敬业。我姐恐怕也只是你的跳板，你为她办事也不是真心实意的吧？于总跟我说这些是想跟我交易吗？
你们资本家都是这么不挑的吗？商场瞬息万变，是敌是友，也只是一瞬间的事。小时候我真是不懂，人怎么可以那么坏，自己做的错事还可以嫁祸到别人头上。现在我理解了，谢谢。于总，这是你的房卡。1小时后约了嘉宇集团的张总，还有盛东集团的刘总喝茶。OK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嘉宇集团和盛东集团都是当时参加星岛的竞标公司啊。你这是鸿门宴啊？有好事，当然要跟别人分享了。喂，于夫人。啊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默然，我听说你跟阿战出差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出差怎么不带自己的秘书去，偏偏只带你一个人？这我也不太清楚啊，我也只有听命的份儿。要不您去问问？算了，你也知道我从来不过问公司的事啊。好，那我明白了，我去问问。你这么懂事，也就你小妈那个糊涂鬼不知道心疼。等你回来，我安排你见见于家的长辈们，得到长辈们的认可，你就是于家人了。那谢谢于夫人了。你不是好奇我为什么把你带在身边吗？这就是原因。什么？因为于夫人？我看你也不怎么想为她办事，不如为我办事吧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想要的，我都可以给。还要继续看吗？张总，久等了。我想我没记错时间吧？于总，您没来晚，是我提早到了。张总提早到是想和我单独说什么吗？今天请您来，我就没有打算有任何隐瞒。我们两个不妨开诚布公的交流一下想法。于总，我们嘉宇集团虽然跟于氏集团的规模不能比，但是咱们两家好歹也是竞争关系。您今天邀我过来，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谁说竞争关系就不能一起吃个饭了呀？我还没到，两位就开始谈起来了。哪能啊，这不是边闲聊边等您吗？于总远道而来，有何贵干？其实我今天不光约了2位，安城内参与过星岛计划投标的公司，我约了好几个，只有2位确定赴约。在这儿，我先感谢2位能看得起我们于氏集团。其实我今天请2位来，是想跟你们谈合作的。谈合作？于总，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听说于家在星岛的项目推进上遇到一些问题，看来是真的。于总，这项目你有命拿没命做？您说的没错，但是你们想想，如果当初这个项目落到2位的任何一个头上，我相信你们也未必比于氏做得好。嘉宇集团和盛东集团在安城内也算是行业龙头，如果2位跟我合作，其他公司必定会跟风。我们于氏吃不下的蛋糕，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分，不好吗？于总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做星岛项目，那万一这个项目最后没有做成，那恐怕就不是共赢，而是共输了吧？把于氏集团的风险分散到我们头上，生意可不是这么做的。当然，2位都是会做生意的人，要不然这样，你们2位为这个项目提供建材，也是和睦合作。我们一笔钱一批货，公平买卖，怎么样？这么大的项目，得是多大的供应量啊？我看有赚头。那于总，你有什么条件呢？刘总果然精明。我的条件是，2位给我的价格必须是市场最低价。市场最低价？当然，青岛项目所需要的供应材料，肯定能给于总最低的价格。您放心，我们嘉宇集团愿意跟于总合作。
你这怎么还在插队的呀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们盛东集团也愿意跟于总合作。这是项目协议书，2位公司评估之后可以尽快完成签约。好啊，原来于震还有这一手，没想到这次在安城居然这么顺利，于总可真是好手段。我就当你在夸我了。当然是在夸你啊，诡计多端怎么不是一种优秀呢？我只是在给于氏集团留后路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你未来的婆婆已经在海外变卖了一处房产，拿来给我急用。那不是很好吗？那她在我身边安排一个眼线，也是为我好。野茜小姐，你怀疑她？我也不想怀疑她，可是我爸死得早，是她一个人支撑着公司把我带大的。但是也是她让人篡改预算数据，想要指标失败。于总，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跟我交心吗？我们可不是可以交心的关系，只是玩腻了的关系。你没事吧？看来我真得去庙里烧个香去霉运了。上次伤的就是这只脚吧？为了这只脚，能不能小心点？喂，姐。阿战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约了家里的长辈们小聚一下，让他们都见见漠然。这么快就见家长，会不会太急了？下个月漠然就跟于静要结婚了，见完长辈还要选婚纱、拍婚纱照、订礼堂、发请柬，一大堆事儿呢，当然急了。我们明天就回去。你最好主动悔婚。悔婚？现在悔婚还来得及，别到时候我把你的身份宣扬出去，大家脸上都挂不住。你要是把我的身份宣扬出去，那我就把你做的事全都告诉于夫人。以你现在的位置，已经能够勾到于氏内部信息。你要是想查清当年的真相已经足够，为什么还要嫁给于锦？或许我不仅想查真相，我还贪图于家的富贵呢。越想骗我。看来于总现在是越来越了解我，越来越难骗了。于总请回吧，我要休息了。哎呀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我房卡丢了，你去前台给我拿张备用的。我腿都已经瘸了，你还要使唤我？那我不管，要不然今晚就在你这儿过夜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们都已经……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你别过来啊！我拒绝，我腿都瘸了，你不能强迫我。瘸了就别乱动，赶紧睡觉。我是瘸了，不是死了。什么呀？他真的对我不感兴趣了？难道我的魅力不行了？这身衣服可真好看，你这一穿上呀，这女主人的气质就出来了。于夫人，让您说笑了，您才是于家的女主人呢。这次你跟阿战出去出差，累坏了吧？这阿战也是的，有秘书还使唤你。对了，这次你们出去都做什么呀？小舅这次是为了跟那个嘉宇集团谈合作的。你也知道星岛项目不顺利嘛，但我看他这次回来一直闷闷不乐的，看来是谈失败了吧？你没有跟他去洽谈吗？明明打电话过来啊，小舅就怕我累着，然后他就只让我负责一些订餐的工作。你看这阿战也是的，我都给了他一笔钱了，他还帮我省。这外人呀，肯定是比不上姐姐靠谱的，你说是吧？是啊。哟，来，这就是漠然吧？真漂亮啊！于静捡了个宝。漠然，这是姑婆，快叫姑婆。什么姑婆呀？都把我叫老了。漠然，你就叫我婉夫人吧。啊，婉夫人。于震和于静呢？阿战去公司了吧？漠然，快去打个电话给小舅，让他赶快回来。哦，好。
哎，小舅，你就算是工作也不能逃避问题啊！你确定不回来面对现实啊？谁是你小舅？你就不怕我回去一个忍不住，把你的身份昭告天下吗？大不了到时候我们互报啊！想想就精彩。哎呀，别闹了！该见长辈、该嫁给你的人本来就是我，我怎么可能让柳墨然那个贱人拿走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？你是不是不爱我？许进，叔公，这位小姐是你未婚妻吧？小两口感情挺好啊，赶紧进去吧，别让大家久等了啊！走走走。叔公，你看，这外甥都要结婚了，这当舅舅的还没有女朋友呢，像什么样子？他自己也不着急。你们两个做长辈的在这儿聊天，让他们小两口在门口迎客。柳希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二哥，你老糊涂了吧？墨然才是于静的未婚妻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什么？那你们两个在门口？你们……墨然毕竟是西雨的姐姐，她是来祝福我们的，是不是西雨？这不对吧？妹妹和姐夫腻歪在一起。西雨她还小，不太懂事，妹妹抱一下姐夫很正常吧？对吧，西雨？什么？姐夫？我没听错吧，柳墨然？你别在这假惺惺的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于静，她是我的女人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破坏别人的婚事，也休想嫁进我们于家。还有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怎么对得起墨然啊？还不跪下认错？我有什么错吗？西雨是柳家大小姐，凭什么柳墨然能嫁进于家，她就不能？于夫人，你不要勉强于静了。我原来以为她总是对我忽冷忽热的，是我太笨了，我总惹她不高兴。没想到西雨是我妹妹，她如果真的喜欢于静的话，我愿意成全他们。这孩子太善良了，不嫁也罢。于家家门不幸，出了这么个畜生，别说默然不嫁，我都怕委屈了别家的好女孩。够了！什么妹妹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过是一个没人要的拖油瓶。如果你当初想把于静让给我，你早就让了。装什么善良大度？西雨，我都已经把于静让给你了，你没必要把话说那么绝吧？你说的就是实话。当初如果不是我妈好心收留你，你到现在还是个乞丐。我跟你的身份就是天壤之别。你和他的人品也是天壤之别。你这样的人嫁进于家，于家的名声迟早被你败光。姐，我相信今天的客人中应该没有邀请他。来人，把柳希雨给我请出去！你们干嘛？刘小姐，请吧。放开我！不信你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默然，你给我等着！叔叔、姑姑，今天让你们见笑了。本来挺好的事儿，怎么弄成这样了？今天的事情都是于静不好，您别生气。于静，还不快跟叔公道歉！不是我说，于静都这么大了，还是这么不争气，你怎么养儿子的？要不是有于战这么个弟弟，咱们于家早晚得出事儿。姑姑说的是，默然啊，是我们于家对不起你。我听说你现在还在于氏集团工作，虽然这桩婚事不成，但是于家绝对不会亏待你的，你就安心工作吧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您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再跟那个柳希雨纠缠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妈，这次是他先纠缠我的，要不是你好纠缠，他怎么会缠上你？那个柳默然聪明能干又听话，他是我们的助力呀。将来你要是执掌了于氏集团，他可以给你出谋划策。那个柳希雨，他除了胡搅蛮缠，他还能做什么呀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跟你小舅就只差了那么几岁，这头脑怎么就差这么多呢？今天当着长辈的面，我的脸都丢尽了。你听听那个老姑婆，她今天说的什么？好像于氏集团除了于战就没有人似的，你甘心吗？我不甘心又有什么用啊？小舅就是比我强。你得敢想，才能敢做呀！于总，安城的第一批建材已经投入使用了，另外兰家那边的合作已经终止，需要上报给董事会吗？虽然是先斩后奏，那也得奏。去吧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哎。
是我的错觉吗？于总的心情终于多云转晴了。大概新岛项目的问题终于解决了，于总也算松了口气吧。你跟于总工作久了，也被他传染成工作狂了吧？我看于总分明是有情况，是吧，漠然？你们要再八卦，那下个月有情况的就是你奖金了。难道跟王小姐有关？于战，你是故意的吧？难道这次真的有情况？为什么突然跟蓝创集团解约了？你只需要知道结果就好，这是公司的内部决策，王小姐不便知道吧？是内部决策，还是你一个人的决策？王小姐消息好灵通啊，不会在我办公室安监控了吧？你别回避问题。看来蓝家真是神通广大呀，把手都伸到于氏集团董事会里了。蓝家跟于家一直都在合作，因为上次我们要收购股份的事情让你忌惮蓝家，我们真的只是单纯的想要帮助于氏。阿战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不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了，但是商场如战场，我是于氏集团的总裁，当然要选择对于氏集团最好的选项。我也不可能一直只盯着和蓝家合作，放弃别人家开的好价吧。换作是蓝家，他们也是同样的选择。你这是要把蓝家往绝路上逼，你会后悔的。又是你！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！行吧，本来就是给你沏的茶水，我就当你喝了。晦气！没事吧？这个怎么用啊？口服。你想毒死我啊？你这不是知道吗？还明知故问。我最近看了20年前给于家的供应商名单，那个时候于家项目不多，加上楚家也就只有4家，其他几家都已经倒闭了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我们之间不是可以交心的关系。于总，是我太年轻了。疼啊？不疼，好凉啊。另外几家倒闭了，然后呢？所以线索就都断了。但是于家所有的建材都来自那些供应商，那所以劣质的材料也是来自那些供应商。可是现在我要上哪儿去找啊？都已经20年了，当年的人和证据找不到很正常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父亲已经死了，楚家已经做出赔偿，就算你找到证据，也没有办法再追溯了。我知道我这只蚂蚁撼不动于家这棵大树，所以你才会任由我去追查。但是我就想还我爸一个清白，人死了就不需要清白了吗？王七，来，给我喝。发什么疯啊？你大白天不上班，在家喝什么酒？这点小挫折就把你打败了？是啊，小挫折。我老婆去跟于战求过情，人家就是会跟你手下留情。怎么回来这么早？不陪别人睡一晚就不可惜了，是不是？你清醒一点。是，我是去找于战，那至少我还在想办法。你呢？想办法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你知道我为了星岛项目购入了多少材料？这个市面上材料价格这么低，都是为那群老家伙一双双眼睛盯着我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说终止就终止，我蓝家生意当什么？就是想赢我，赢不走你，就想赢走我的生意。你清醒一点，这件事情还没完。蓝总，快请坐。我们第一次谈生意也是在这个包房。于董，有话直说。看来蓝总已经焦头烂额，没有耐心了。蓝家这么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放心，
事态的发展还没有那么严重，我倒是有一个解决问题最快的方法，不知道蓝总想不想听？什么办法？很简单，要解决危机，就要先解决于战。没听错吧，于董，您可是于总的亲姐姐。那兄弟相残、父子相残的事情还多了去了。蓝总浪迹商场这么多年，不会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吧？我是想不到于战这种人居然会有这么一个姐姐，这实在是太好了。接下来怎么做？蓝创的材料于战不是不用吗？不如把它放到安城去，经嘉宇集团之手，再由我们于氏集团购入，到时候顺便再给于战加带点礼物，请他喝一壶，这不是一箭双雕吗？好主意，但是这嘉宇集团的材料已经是市场最低价，如果我卖给他们的话，蓝创肯定折损严重啊。你蓝总不是就想要于氏集团的股份吗？折损的部分我补给你，如何？如何可以保证嘉宇集团愿意购买我们这批材料？嘉宇集团攀上于氏集团，赚红了眼，白给的生意，他肯定愿意。好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。等等，于夫人，这批材料最后势必会用于星岛项目吧？一旦出了事，该不会查到我蓝家头上吧？王小姐的担心不是不可能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向来都是富贵险中求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蓝氏的前辈令尊，也就是赌赢了这一把，才有今天蓝氏集团的强大与发展。蓝总，你不会没有当年令尊的胆气吧？有什么不可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漠然，于夫人，你真要离开吗？我之前也是因为住院才住进于家的，现在婚约也取消了，我怎么好意思继续住在于家呢？那柳家也没有把你当人看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继续留在于家。虽然你跟于禁的婚姻解除了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把他当哥哥看待的呀，总比你一个人在外面孤苦伶仃的好呀。我习惯了，我不觉得苦。那安城跟蓝家解约的事情，你是真不知情吗？我能力不足，我没有及时发现。那也不是你的错。那周民不是也没有收到风声吗？不过你以后还要继续在于氏工作，以后可得上点心啊。于夫人放心，我会的。别紧张嘛，来吃点点心。心雨呀，你都躲在房间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听妈的话，吃点东西。我不吃，饿死了才好呢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把那条毒蛇引到柳家，我至于被他祸害成现在这样吗？要不是他，柳家看上的就是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了？我的女儿怎么可能比不上她呢？那是于家瞎了眼，就于兰那个德行，你嫁进于家都是委屈了你呀！我不管，我得不到的，柳默然也别想得到。行了，那婚事不是也被你搅黄了吗？可是我也不能嫁进于家呀，那个老巫婆她怎么还不死啊？我也气不过呀。我这不想着你们两个总有一个会嫁到于家的，我想搞好关系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女儿不好过，谁也别想好过。漠然，以后于家就是你的家，要常来啊。知道了，于夫人，您回吧。你对我姐倒是还不错。毕竟于夫人真的救过我一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楚家的事情发生在20年前，而20年前正是我姐掌管的于家。于夫人，于夫人好久不见啊！我这次是专程来找于夫人的。王夫人有何贵干？该不会是像你女儿那样是来撒泼的吧？我们于家可不是菜市场。于夫人不听，就不怕日后有人背后捅你刀子吗？有什么话就快说吧，你们家那点丑事儿还怕别人听见？我这可是为了照顾于夫人的面子，
于夫人认识漠然也应该有4、5年了吧？您不仅救了她，还把她安排进于氏集团，把她当做未来儿媳妇培养，您可真是器重她呀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这个后妈虐待漠然，还不许别人心疼她了？在您看来，我或许是个恶毒后妈，但漠然可是对我感恩戴德呢。当年要不是我心软带她离开，她根本活不到今天。有什么话就快说吧，别考验我的耐心。好多人以为漠然是我老公跟他前妻的孩子，其实不然，他是我前夫跟他第1任妻子的孩子。我前夫命不好，落了个家破人亡，我只好带着这个拖油瓶嫁到柳家。漠然其实姓楚，她是楚耀天的女儿。那又怎么样？于夫人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楚耀天，您忘了，20年前楚天集团可是于氏集团的供应商之一呀。供应商？难道？对，就是死在于氏集团门口的楚耀天，而你还把他带入了于氏集团，当做可造之材，真是太可笑了。柳漠然居然是楚耀天的女儿。于兰，没想到你也是个自作聪明的人，被一个小孩给骗了，你这张老脸都丢尽了。谢谢于总，你可以走了。走？走去哪儿？去上班，要迟到了。我上班又不需要打卡。我用，我要迟到了。有我送你，你是不会迟到的。漠然，你今天怎么迟到了？起晚了。你脖子是过敏了吗？啊，是啊，害我养了一晚上，所以都没睡好就起晚了。柳主管，要不要给你放天假？不用。别废话了，快走吧。你虽然迟到了，于总还给你假期，我就说多了2句话，于总就扣我工资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？于总，先导项目出事了。于总，凌晨发生3级地震，先导工地建筑局部坍塌，由于不在施工时间内，外线没有人员伤亡。3级地震就能发生坍塌？我们于氏是做建筑的还是做豆腐的？现场状况如何？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停止施工了，我已经派遣1队工作人员前去调查，等结果一出来，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。不过这个事情动静太大了，媒体那边恐怕是捂不住了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原因，而不是捂住别人的嘴。你看新闻了吗？于氏的工程出事了。我当然看了，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，3级地震就坍塌了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咱们公司不会出事儿？哎，想什么呢？咱们公司当然逃脱不了干系了。这件事越想越奇怪。漠然，于战呢？婉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于总紧急开会去了。新岛项目的事儿你听说了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，于战总得给个说法吧？您先别着急，他们现在正在开会，想解决方案，应该马上就好。我怎么不着急呀？我在餐厅吃饭吃得好好的，突然就有记者出来拍我，问我怎么看于家的黑心工程，问我怎么在星级餐厅吃饭，怎么吃得下去？我凭什么吃不下去啊？于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开会开出结果了吗？婉夫人，您先别着急，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找到解决方案的。要不您先回去等着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我进来。这笔材料肯定有问题。佩佩，去通知佳宇的张总、盛东的刘总，让他们先内部自查。另外，他人丁总的，别让他们搞小动作。好的，于总。等等，封锁工地内部现场，除于氏集团内部调查人员外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另外，调查人员要亲自审讯。好的，于总。你不觉得这个事情有点眼熟吗？跟20年前的事很像，所以这件事情可能不会不了了之。于战，你终于露面了！我才收到通知，明天上午开股东大会，你这次可有大麻烦了。刚有外患，现在又有内忧，
看不出来吗？这次不是我有麻烦了，是集团。那什么意思？你荣华富贵半辈子，下半辈子应该不想跌入谷底吧？于夫人，我敬你一杯。没想到于战也会有这么一天，这可是太解恨了。于战毕竟还是太年轻了，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得压在我的五指山下。等明天的董事会后，他于战就什么也不是。王小姐，你跟于战可是故交，你会不会心软？怎么会？他对我可从未心软。我只是在想，光凭星岛项目这一件事情，够不够让于战下台？此事一出的话，诸位董事想必不会再支持于战，再加上我手上的股份，跟蓝总手上的股份，一定能够左右董事会的投票结果。于战那个人诡计多端，谁知道他会不会耍什么花样？对，差点忘了，我手上还有一把刀，足够送他快些上路。于战，我说过，你一定会后悔这么对我的。到底要怎么处理啊？您不是于总的叔叔吗？这事儿您不知道吗？叔叔，有些人啊，根本就没把我这做叔叔的当回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，自己去问他吧。于家人怎么回事？就是，看来这次要出大问题了。可不是嘛。于董事长，人都到齐了，开始吧。再等等。还要等什么？再等下去，于氏集团都要完了。我向您保证，于氏集团绝不会完。倒是那些缩在后面蝇营狗苟的人，就快完蛋了。这不是蓝氏集团的总裁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什么情况？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不是要开会吗？开始吧。一个蓝家人来到于氏集团的股东大会，我是老了，不是死了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上桌了？老太婆，我劝你说话注意点。我也是于氏股东，你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一个小辈，竟敢对我出言不逊！于兰，你难道允许这个蓝家人在我们于氏集团嚣张吗？姑姑，你别激动，身体要紧。蓝总确实入股了我们于氏集团，现在蓝总也是我们董事会的一员。什么时候？蓝总也加入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蓝创入股了我们于氏集团，我们怎么都不知道？你们听说了吗？于战，你知道吗？姐，这事是你干的吗？蓝总是我邀请来的。我们的星岛项目目前缺少资金，我总得为于氏集团想想办法。大家应该知道，要回报总得要有付出，这个道理大家都是懂的吧？那也不能未经允许出卖于氏集团的股份。你以为我们于氏集团是你一个人的吗？于氏集团是我跟你爸一生的心血。姑姑都说了，您别动气啊，我这不也是为了于氏集团着想吗？谁知道又出了事故，现在可不是讨伐我的时候吧？股份和项目坍塌孰轻孰重，想必你们应该分得清楚。我已经派人去现场勘察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个结果，到时候一定会给在座的各位和社会各界人士一个交代。弟弟，不是我拆台，现在外面都传于氏集团的项目靠不住，就连我们策划的楼也被说成是危楼。等你的调查结果出来，你的澄清还有用吗？都怪我把你保护得太好了。我做于氏总裁这么多年来，我的办事能力想必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吧。现在外患当前，我们内部一定要团结一致，在这个时候搞对立，除了别有用心之外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动机。于总说的对，解决问题才是我们这次股东大会的目的。大家要想一想，谁是能解决问题的人，而谁又是出卖公司的人。既然大家都说清楚了，那就开始投票吧。赞成解除于战总裁职务的人，请举手。只有1/3的人举手，太好了，看起来于战不会有事了。好的，记录完毕，请放下手吧。下面反对解除于战总裁职务的人，请举手。诸位还犹豫什么？这可关系到于氏集团的未来呀！没错，是关于于氏集团的未来，各位千万要慎重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蓝染这小子是股东，不代表你有说话的权利。我确实没有权利在这里说话，但是呢，我有一样东西给大家看一眼。于战，对不起了，这一次我可不能徇私了。什么呀这是？于战和莫然，
这怎么回事？这张照片是1个月之前拍的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柳小姐可是于禁的未婚妻吧？小舅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事！还有你，你是可怜兮兮的实际跟我小舅一起做这种事，给我戴绿帽子！小舅，你承认了是吧？阿占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漠然当时还是阿姐的未婚妻，你真是人面兽心啊！不是这样的，我跟于总就只是普通的关系，他只把我当做下属，所以是柳小姐自己一厢情愿了。没想到柳小姐平时看起来这么单纯可爱，背地里却是勾引自己上司的狐狸精。能这样，于氏集团的脸都被丢尽了。于总啊，在背地里玩这么花，于氏集团要是落在他手里，他肯定玩完了。阿占，没想到我白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带着于氏集团走得远呢？于总，你快跟大家说呀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快跟大家说清楚。没事的，我和柳漠然的关系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样。于占，你竟然可以为了柳漠然做到这种地步，当初为什么不能为了我？想不到我过来参加股东大会，居然还能看这么一场好戏。莫奇，这个多亏你了，于家完了，这种人就不配做于氏集团的总裁。阿占，你可真是坦荡啊！你简直就是一个大傻子！我赞成解除于占的总裁职务。二哥，这个时候可不能冲动啊！这也是没办法的选择呀！再这么下去，于氏就彻底毁了。私人感情怎么能和公事混为一谈呢？这样草率选择，于家才真是毁了。我赞成。我赞成。我不赞成。姑姑，大势已去，你不赞成也没有办法扭转乾坤了。姐，这就是你想看到的结果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解除于占的总裁职务。于氏集团要倒闭了吧？我跟你一起走。刘主管，就算辞职也得领导批准，谁让你小鬼话？于禁，你别太过分了！到底谁过分？是跟别人未婚妻私通的人，还是不用在这装中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你们两个狗男女保守的团团转，现在想双宿双飞，做梦！小舅，放心吧，你的总裁之位还有你的女人，我会替你照顾。你活腻了是吧？可以，我留下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条疯狗还能跳多久。我留在于氏集团，还能时刻盯着他们的动向，这件事还没完呢。照顾好自己，别让人欺负。你放心，我最会保护我自己了。刘主管，这个位置已经不属于你了。不属于我，难道还属于你啊？你猜对了，于总已经提拔我为财务总监。至于你嘛，你现在的工位在那儿，茶水间。平时工作不咋地，欺负起人来倒是很积极啊。你别欺人太甚了，财务主管是你想做就能做的。你别乱说话，我的职位是于总任命的，你竟敢质疑于总的决策？我看这个工作你是不想干了吧？不上就不上，我东西太多，你帮我搬下。走吧，走吧。这你都能忍？这个垃圾工作不辞留着过年吗？于禁是不会让我辞职的，他就是想把我留在身边折磨我，我还能怕他不成？佩佩，你也……于大少爷给自己找了个称心助理，我被开除了。称心的助理是谁啊？当然是我了，姐姐，好久不见啊！哼，我记忆不太好，我还真是忘了。于禁品味不好，多爱吃一口。你也没有必要去羡慕，有些人啊，就是做下人的贱民，听到没有？赶紧给我沏壶茶送到办公室去。于总什么时候回来扣我工资啊？我好想他。想念我扣他工资，这是什么癖好？轻点，轻点！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搬了8桶水、10张桌子，还换了2个灯泡？虚你个贱人，小人得志，把大家折腾得够呛。连你这个工作狂老板都被衬托得像个绝世大好人。看着你被折腾成这样，开心。那就不要看了吧。
于总，你现在看起来特别好欺负。刘主管，你好猖狂！你现在可不是我上司了，休想欺负我。好像没什么毛病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喂，于总，我是不是打来的不是时候啊？确实不大是时候。于总那边已经起诉佳宇集团了。佳宇集团？起诉佳宇集团，这手法跟当年的一模一样。佳宇集团那边怎么说？这次事态严重，佳宇集团已经乱成一团了。我让人盯紧了张总，一有消息立刻汇报给您。刘总那边呢？盛东集团的刘总是个老滑头，一听于氏要起诉佳宇集团，立刻就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佳宇集团头上了。想办法弄清这批货的来源。刘总那个人我信不过。好的，我把佳宇集团的供货来源文件发给您。还好一开始您就让人盯紧了张总，否则这些恐怕都拿不到呢。好，谢谢。这些都是我该做的，大家都盼着您回来。佩佩知道我和你住在一起，不用小声，不用避嫌的。啊，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啊？反正我现在也没工作，现在靠我女朋友养着我。没想到于总还有当小白脸的潜质啊！唉，小三转正不容易啊。周小舅的办公室现在属于我了。于静，你可真厉害。哪儿厉害？讨厌。反正你啊，现在已经是于氏集团的总裁了，现在谁都管不了你。倒不如我们把结婚的日子都提前一些吧。啊！我这才刚刚升总裁，这集团里还一堆破事儿等着我处理呢。咱俩的事往后放放。不是，你不会现在身份高贵了看不上我了吧？你小舅和柳墨然那个贱人那点破事儿，我们俩也不过如此。你不要把我给惹不高兴了，小心我把事情给捅出去。姑奶奶小点声！怎么想着因为跟外省的未婚妻搞在一起才会被撤职？就咱俩这事可得小心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公开我们的身份影响你于大总裁的前途啊？那我问你，你是选择我还是选择你的前途？别无理取闹了，行不行？我无理取闹？你姐，我告诉你，虽然你小舅被撤职了，可是他永远比你强，因为你小舅从始至终都会选择柳墨然，都会一直爱着他。这么热的茶，你想烫死我呀？你是跳蚤吗？这烫下就会死，你放凉了喝不就好啦？周主管，对待跳蚤要像这样才行。哼，你不是不想在茶水间工作吗？走，这有套文件拿去做，做不完不许下班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有于战护着你吗？叫他来帮你。哦，我好像忘了，他好像被公司解雇了。我又不是你，天天有于竞争。对，你和他的关系，大家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为什么不公之于众啊？你是不想吗？刘秘书，你没事吧？走开！柳墨然，你给我等着！今天我晚点回去啊，我还要加班。又加班？是不是柳希雨欺负你了？我现在去接你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都已经欺负回去了。你是没看到那个柳希雨脸都被我气绿了。都是因为我，让你受苦了。你别这么说嘛，你也是因为我才丢了总裁的位子啊。我们扯平啦。其实，离开于家也挺好。你别这么说，你可以杀回来啊，把你的总裁位子夺回去啊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再不回来，青青她都要辞职了。我不跟你讲了，我要继续工作了。于总，张总刚才匆忙离开公司，恐怕是准备跑路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来不及了！这么晚了，去机场干什么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！这么晚了，折腾孩子干什么呢？再不走，我们全家都完了。乖，张总，好久不见。
张总要出国，怎么连声招呼也不打呀？我在国外有朋友，也能照应一下。我只是要去……天地良心啊，于总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什么都没做？什么都没做？您这么着急出去？恕我直言，您要是就这么走了，您真的什么都没做，也不会有人相信的。多好的孩子，张太太还这么年轻，你真的舍得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吗？况且，您真的什么都没做吗？于总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嘉宇集团的供货来源表，上面的记录跟给于氏集团的记录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两方谁说了谎，你心里有数。既然您不说，我就把它交给法院，法律自有定论。我说还不行吗？于总，都是因为兰家的那批货，要不是为了收购兰家的那批低价货，我不在来源表上做手脚，于氏集团是不要那批低价货的呀。而你又想赚那笔钱，你们当时有合约吗？购入记录呢？你这是怕于氏发现，把自己的后路都给断了。现在于氏完全可以不相信，因为你没有任何证据。我们完全可以说，你是从地下买了一批劣质材料，这样也足够让你身败名裂，倾家荡产了。于总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放我走吧。你走了，这一切可就都是你做的了。那我还能怎么办？难道我就活该注定倾家荡产吗？这一切的原因都是你贪念所致。还有这么多没弄完，柳絮雨真是要累死我。蓝创集团项目合作，于氏集团又要跟蓝创合作了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蓝创集团的创始人蓝胜新是新兴集团的总经理，新兴集团不是那3个倒闭的供应商之一吗？你再说一遍。蓝尔的爸爸蓝胜新是新兴集团的董事长，20年前，新兴集团就是于家的供应商之一。也就是说，提供劣质材料交付给别人是他们的祖传业务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是于家跟蓝家的祖传勾当。怪不得蓝家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于氏的供应商，原来是狼狈为奸。于总当时跟蓝家解除约定是明智之举。我一直以为只是我解药可恶，没想到背后有这么多牵连，牵扯2代人，害了楚家和张家。是时候该了结了。想办法让警方去调查一下蓝家仓库。于总，什么办法都可以吗？什么办法都可以。20年来，蓝家做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他们肯定在仓库里藏了好多劣质材料，是时候拿出来晒一晒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进去睡吧。我不想动，于战，你抱我。你叫我什么？于战啊，你没听过自己名字啊？我喜欢你喊我名字。默然，你听说了吗？今天凌晨蓝家仓库被盗了。现场取证的时候，从一间仓库里找到了一大批劣质材料。被盗了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蓝家的仓库里有大批的劣质材料，现在正在跟星岛工地的劣质材料做比对。如果比对成功，那就找到了罪魁祸首啦。黑贝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种全能秘术，请给我来一打！人比人气死！夫人，王小姐不顾阻拦，硬闯进来，我也没办法。没事的，你退下吧。于夫人，你不是说不会查到蓝家头上的吗？现在是怎么回事？王小姐，我可没保证过不会查到蓝家头上，但是此事确实蹊跷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是不会查到蓝家头上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跟于战不是老朋友吗？你应该了解的，这个事情你应该知道吧？你的意思是，于战搞的鬼？
你们兄妹两个斗法，可别拖累兰家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把兰家搞死，我要你偿命。我早就说过，富贵险中求，那是你们运气不好。运气不好，你别逼我。于兰，听说你准备收回蓝创集团在于氏的股份。姑姑，这个时候最好是和兰家撇清关系，不然难保不会连累我们于家。道理我懂，但20%的股份，你打算如何分配？当然是给于禁了。于禁现在是于氏集团的总裁，他的股份肯定不能比于战少吧？哼，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董事会商量？姑姑，于战做总裁时，事事也是经过董事会的呢。你说的意思我懂了，我会传达给董事会的。董事会又怎么？还不是听我的？这个老东西，迟早是一个祸害。看来这次兰家是真到了，你做得很好。等以后回于氏，给你升职加薪。不是你笑什么？没想到于总还会给自己的员工画饼啊！你现在自己都还靠我养呢。没错，金主小姐，那以后我养你，就算扯平了。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万金宝，帮我拿一下。我听佩佩说你现在住在这儿，哼，你就住这种地方，也太小了。2个人住刚刚好。我去给您倒杯水。姑姑，你怎么特意找到这儿来了？怎么，我打扰你金屋藏娇了？不是，准确来说，是金屋藏我。你们年轻人情情爱爱的我不管，但可别色令智昏，忘了正事儿。现在于氏集团被于兰两母子弄得乌烟瘴气，你就这么放手不管啊？姑姑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是，怎么管？于兰准备把兰家那20%股份给于禁，一旦如此，他们俩母子将是于氏集团最大的股东。到时候于家就是于兰母子的掌中之物了。那姑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趁于兰还未得逞的时候，你我联手，加上你二叔，我们3大股东一起罢免了于兰的董事长职务，怎么样？罢免董事长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现在罪魁祸首已经找到了，星岛计划已经回归正轨，我们现在去罢免一个有功之人，这……默然，坐。现在可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时候。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，兰家这事儿就是我们做的。什么？是于夫人为了害于战跟兰家沆瀣一气，才造成星岛项目的损失，而且2十年前也用同样的办法害了我家。但是于夫人行事谨慎，我们没能找到她的证据。原来都是于兰一手造成的，难怪王小姐会出现在于家。哼，她竟然置于家的名誉不顾，做出这种事，这对母子没一个好东西。二哥，有事吗？万山，过2天于氏集团要召开股东大会，你听说了吗？哦，那20%的股份啊，于兰说还是要通过董事会决议。哎呀，不是那件事儿，这次开会是要商议你手上的股份归属问题，他这是要把你踢出局啊！哎，什么？他竟敢！姑姑，姑姑，万山，你没事吧？二叔，不用太着急，医生说姑姑就是急火攻心，需要好好静养。都怪我呀！那天我要是不支持于兰，她就不会上位，更不会在于氏为所欲为。我真是老糊涂了。二叔，您也是为了于氏集团着想，
于氏集团需要你，我和姑姑也都需要你。阿战，你也是来看姑姑的吗？她还好吗？我就说吧，她这个年纪的人，应该在家里好好休养，不要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可是她偏不听啊！你说，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得多担心呀！姐，姑姑要是知道姐姐肯在百忙之中还来看她，肯定会很开心。阿战，你也知道，你执掌于氏集团这么多年，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得多累呀！我呢，运气不好，又有了一个被美色耽误的弟弟，不能跟我分忧。漠然，你说我多可怜啊！哎，于夫人，您这话说的，您这不是还有一个才华卓绝的儿子吗？于少啊，年纪轻轻的就把他小舅拍在沙滩上，那他未来一定是商界翘楚。既然姐姐来看望姑姑，那我们不打扰了。再多说一句我都要吐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就这样让他们一直嚣张下去吗？我们去找梦七吧。梦七笑得可真亲切，找他干什么？姑姑不是说看到梦七出现在余家吗？这个关头她去余家干什么？去寻求帮助。回答正确。既然她现在走投无路，那我们就给她指一条路。服务员，再来一杯。小姐，一个人啊？关你什么事？服务员呢？倒酒。小姐不介意的话，我请你喝一杯。不可以，你可以走了。门在那边。滚。阿战，阿战。莫小姐，你快累死我了！你这个贱人！于战，我的耳朵好像坏了，他明明说谢谢你，怎么听成了贱人？于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早上我听说蓝总被人带去调查，蓝太太在这儿喝酒，不合适吧？签了这份协议，我跟蓝冉就没关系了。明哲保身，及时止损，你向来很擅长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看到前女友混得一败涂地，满意了吗？我毁了你，现在我也被毁了。我本来是想看看你对于挽救蓝创集团有没有兴趣，看来你没有兴趣。等一下，你是说蓝创集团还有救？那得看你怎么选择了。你告诉我，蓝冉和我姐合作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？看来你全都知道了。虽然蓝家也不是全然无辜，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而真正的罪魁祸首还置身事外，你甘心吗？我算是听明白了，你让我出面作证，指认于蓝。你们姐弟俩还真是有意思，都想要对方去死，真是太可笑。不过可惜，我今天签了这份协议，这件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。不过既然你求我，我手中确实有证据，只要你满足我，我就……妈！阿战，你别走，只要你留下来陪我，我可以帮你。你还是选择了他，于战。你这么多年来，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你。不过这次，我有自己要选择的路。于战，我给你5秒，你要是再不出来，你就完了。3、2，
我跟梦琪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什么都没想，你们怎么样关我什么事？他跟我说，他手上有我姐和蓝氏勾结的证据，只要我不追出来，他就会把证据给我。我信你个！他有证据？那你出来干什么？你快去找他！来不及了，而且什么证据都没有你重要。那于氏集团呢？你苦心经营那么多年，你就这样拱手让给于禁吗？我去找王梦琪。总会有别的办法的，相信我。你身体还没恢复好，今天您不该来的。我亲眼看到结果，我不安心。于总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于总都已经被撤职了，哪还有什么于总啊？你俩今天说话小心点啊！看来今天的股东会要热闹了。哎呀，这里没弄干净，怎么那么笨啊？干点活都不会，麻利点儿。好嘞。哎，那你注意点，你会不会干活啊？于禁，你看他这么笨，连干活都不会，直接让他滚蛋算了。好啊，让我滚蛋可以啊，但我这个人疯起来，什么都敢往外说，就怕你们不敢让人听呢。任秘书，别胡闹。什么是我胡闹？你怎么也向着他说话？好，就我胡闹是吧？我胡闹给你看。你想打我？来，你干什么？回去工作。什么事儿这么热闹？围这么多人？舅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于氏集团的股东大会，我虽然不是于氏总裁，但也是股东。怎么，没有资格来吗？能来，当然能来。小舅，你多在公司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没准是最后一次了。我就说柳希雨她欺负不了我吧。我们家默然啊，最厉害了。走，我们开会。这么堂而皇之，像什么话呀？就是成何体统嘛，这样子。打扰一下，您跟您妻子从来不牵手吗？那你们是不是感情不好，要离婚吗？你们这种貌合神离的婚姻可要不得。阿战，你今天能够来，我真高兴。这么久没见了，不跟大家打个招呼吗？我想各位股东应该还没有老眼昏花吧？连我是谁都认不出来了吗？认得出，你不是那个勾搭自己外甥未婚妻的前总裁吗？还是李董记性好啊？代我向您夫人、二夫人、三夫人问好。他还有个四夫人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还有四夫人。总之，代我向你全家问好。你大庭广众下，这有你胡说八道！好了，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我就开始进入正题。今天请诸位股东来，就是来说一下我的姑姑于婉珊女士，由于年迈体弱，已经无法胜任董事之位。今天我们就来决策一下于婉珊女士的股权归属问题。我还没老眼昏花呢，于董事长却先头脑不清了。我只想说一句话，大家都有老的时候，若是诸位老了，于董事长一句话就把诸位请出董事会，你们愿不愿意啊？婉夫人说的有理。就是，这开了先例以后，我们什么下场就可想而知啊。况且我的股份归属，着什么急呀？该着急的是蓝家的20%。于董事长想想怎么处理那20%，不妨拿出来说说。那20%已经划归到于禁名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说归于禁就归于禁了，你把我们这些董事还放在眼里吗？于董事长，这么大的事，怎么由你一个人决定呢？就是，拿我们董事会当做摆设吗？我今天不是来征求大家的意见，我只是来通知大家罢了。谁要是不愿意，可以退出，何必在这里吵吵嚷嚷？姐，你真当于氏集团是你一个人了吗？弟弟，现在于氏集团就是我，你们所有人的股份加在一起，也没有我们母子俩手中的多。虽然你不甘心，但是弟弟愿赌服输，输了你就得认。我养你这么大，我们姐弟俩不分彼此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你在前面风风光光，让我在家里当了这么多年的游手好闲的太太，今天轮到你了，你不愿意吗？姐，我知道你有野心，不甘心做一个富贵闲人，
可你做事太绝了，只会害人害己。20年前如此，现在也还是如此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们还用投票解决吗？我现在宣布于婉珊女士退出股东会，谁反对就跟于婉珊一块除名，请慎重。二叔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反对。阿战，你还是真喜欢当英雄。20年前，你为了让于氏度过财务危机，不惜制造劣质材料事故，嫁祸给楚家，使楚家倾家荡产。我以为你出此下策都是为了于氏，你是真爱于氏集团的。虽然你说什么我听不懂，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于氏集团。不，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利，为了权利你可以放弃一切，包括家人，还有于氏集团。不如就让他留到安城，经嘉宇集团之手，再被于氏集团收购，不就好了？顺便还可以给于战加带点礼物，请他喝一壶，岂不是一箭双雕？这是真的，是你勾结蓝创，陷害自家。这种女人，什么坏事做不出来？你这是造谣污蔑，我要告你！这段录音我已经找警方证实过了。今天我们来股东大会，只为拖延时间。逮捕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姐，愿赌服输，这可是你教我的。于静，你干什么？你闹疼我了！你不是想跟我结婚吗？我们找个地方结婚好不好？结婚？当然好了。然后我们偷偷领证，最好再要一个小宝宝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回来，你妈不认你的人。我们不回来了。什么？不回来了？那于氏集团怎么办？还有……不要了，全都不要了，赶紧离开这儿！于静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什么不要了？小点声，你有我就够了，别废话，先走再说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一个堂堂柳家大小姐，凭什么跟你吃这种苦？好了，别闹了，你做于氏总裁不好吗？不好，他妈的根本不属于我，不属于我，你明白吗？放开我！是他们罪有应得，与你无关。我知道。话说那条录音你是怎么得到的？梦琪给我的。我已经不需要给你选择了，我也有我的选择。希望你说到做到，帮帮老子。于战，你们定好度蜜月的目的地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要等星岛体育馆开业之后才有时间。这段时间刚好想去哪儿。不如你们也来海城吧，这里风景特别好。好，我们考虑一下。Oh, every time I see you, 그대 눈을 볼 때면 怎么样？是不是比女明星都好看？衣服是不错，但人嘛，人更好看。真没想到于夫人眼光这么好啊！早知道婚纱那么好看，我就……你就什么？你难道就为了这件衣服，就想嫁给于坚吗？没想到你这吃醋最高境界已经练成了，无中生醋。那刚才是谁还在跟前女友打电话？那是梦七问我们去哪儿度蜜月。哎，对了，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我想去你心里。抱歉，你已经在了。那你有想去的地方吗？我们难得休息，不如在家吃饭睡觉，睡觉吃饭，怎么样？你最好说的是睡觉。于太太，你再试一下这一套。对不起，给你。走吧，于太太。